1937年12月14日，美国基督教总会在教会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在华传教士的全家合影。与照片同时配发的是当天的简讯：教会等待来自战区的消息。因为就在前一天，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被侵华日军占领，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照片中的男主人，就是我们故事的主角詹姆斯·麦卡伦。此时，他已与教会失去联系。Unbeknownst to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ocean, at that time, McCallum was here in Nanjing at the Drum Tower Hospital, where he was experiencing a terrifying ordeal. He later wrote in his journal, "It is a horrible story to try to relate. I know not where to begin nor to end." What brought McCallum to the Drum Tower Hospital? What did he experience and witness here? The story must go back to September 25, 1937, on a day when the Japanese were bombing the city.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仅仅2天以后，作为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就首次遭受了日军的空袭。连续数周的轰炸，南京许多平民被炸死或炸伤，大部分建筑被破坏。其中就包括中央医院和卫生署大楼。此时的鼓楼医院，医生、护士已陆续撤离。到沦陷前夕，留下来的中外医护人员中，5名美籍人士是核心，他们分别是外科医生威尔逊、内科医生特里默、实验技术员鲍恩典、护士海因兹和行政主管麦卡伦。麦卡伦牧师是5名外国人中唯一的非专业医护人员，但他在医院中又承担着重要的使命。然而，在今天我们能够找到的那个特殊时期医院人员的合影中，却找不到麦卡伦的身影。那么，麦卡伦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是如何来到鼓楼医院的？1937年11月的一天，在南京南门教堂已经工作了15年的麦卡伦牧师，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和已经在江西古岭的妻儿会合，返回美国休假。就在此时，一份来自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邀请，让他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当时，鼓楼医院人手严重紧缺，急需一名精通财务的行政主管来协助管理医院。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想到了同样还在城内，有着丰富管理经验的美国牧师麦卡伦。詹姆斯·麦卡伦与中国的渊源始于1921年。那一年秋天，28岁的麦卡伦从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立即和妻子一起远赴中国。1922年，麦卡伦夫妇定居南京，一起在南门基督教堂从事牧师工作，
在位于白下路209号的房子里安了家，开始了一段安定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孩子。Since 1922, when he first established himself in Nanjing, McCallum had spent 15 golden years of his life living in this city, and he had fallen deeply in love with this fair city.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3年11月13日的南京。照片中，麦卡伦身着绸缎制成的长袍，站在自家花园台阶上，在金秋的菊花映衬下神采奕奕。而这张照片上，未满周岁的麦卡伦大儿子罗伯特·麦卡伦与他的中国小伙伴坐在黄包车上，怡然而开心。然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一个特殊邀请，成为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1937年11月底，战争阴云密布，留下来意味着危险相随，但是离开又有负重托。在后来的日记里，麦卡伦这样写道：在我的工作结束时，我本来可以离开，但当时医院非常缺乏人手，急需管理人员，所以他们请我帮助时，我无法拒绝。思虑之后，麦卡伦做出了抉择，留在南京。那年，他44岁。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疯狂地在全城烧杀抢掠。12月19日，在麦卡伦的第一篇日记中，记录下了他的震惊。1个星期过去了，这儿已成为人间地狱。长期以来，麦卡伦的日记只在中国被翻译出版了14篇，时间是1937年12月19日至1938年1月15日。那么，在他的故乡美国，是否还有新的日记掩埋在历史深处？是否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发现？2018年的夏天，摄制组决定到美国寻访。在西弗吉尼亚的美国基督教联合会档案馆，摄制组首次发现了麦卡伦从1938年1月19日至3月20日的一批日记与信件，记录的正是他在南京鼓楼医院的所见所闻。 McCallum was connected to the hospital, and as I read his diaries, some of his accounts of the injuries that came into the hospital were the most detailed of records that I have seen. 今日，我在城南接了2个病人，一个是烂腿的妇女，她在12月中旬被弹片划伤，膝盖以下全是坏疽。 来找我们的这个妇女曾被3个日本兵企图砍下她的头，颈部筋肉已被砍开，她假装死去，然后吃力爬到医院。这些惨状记述仅仅只是麦卡伦经历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暴行正在发生。12月29日。 麦卡伦的日记里记录下了一名年轻孕妇送来时的惨状。这名孕妇受到的伤害让他感到震惊。一个妇女怀孕6个月，她曾经反抗，脸上和身上有16处刀伤，
有一刀刺破下腹。他失去婴儿，但自己生命得以保全。这是一段美国牧师马吉当时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影像。画面中这位受伤的女性，就是麦卡伦日记中提到的那位年轻妇女，她叫李秀英。当时因为反抗日军的强暴而全身多处遭受刺伤，送到鼓楼医院时，由于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影像中这双为李秀英救治的手，来自于当时南京城里唯一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在南京出生并长大的威尔逊医生，从日军轰炸开始就决定留在南京，为受伤的民众治疗伤病。仅在12月14日，也就是日军入城的第2天，威尔逊就做了11台手术。此时的南京城与外界联系已经被切断，水电供应瘫痪，成为一座死城。随着难民与伤员不断涌入鼓楼医院，麦卡伦日益忙碌的是如何保障医院正常运转。同样是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他写道：这一周7个白天和5个夜晚都很忙。现正下雪，而且奇冷。我们医院已经住满了。如果我们再次有水有电，事情要容易得多。现在灯需要照管，水需要泵抽，每天增加了我们大量劳动。在麦卡伦的努力下，医院得以正常运转。然而，日军入侵造成的惨状仍然遍布医院。超负荷运转下的医院，分工已没有那么明确。5名外国人都是身兼数职。懂得外科包扎方法的格雷斯·鲍尔、特里莫、海因兹，甚至麦卡伦都做起了外科医生，为源源不断的病人做初步的伤口处理和包扎。身为鼓楼医院临时行政主管的麦卡伦认为，当时中国人开车行驶在南京城容易被日军袭击，于是主动从医院救护车司机手中接过钥匙，承担起接送伤病员和运送物资的任务。他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我必须停笔，我得用救护车送几个病人回家。任何人离开医院，必须有一个外国人陪同。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米尔斯，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说道：日军开始屠杀之后，再大胆的人也不敢在街上露面，于是麦卡伦当仁不让，做起了专送的工作，平均每天都是要跑10几趟车。那时候那个开救护车的人真的偷来偷去的病人很多，救护车来的一批，当时就抢救。都是多数呢是子弹打的，刀他那个大长刀砍的。1938年元旦这一天，麦卡伦开车出城营救2名躲在尸体下幸存的尼姑。在他下车等待他们时，突然发现和他同行的医院工作人员被一群日军士兵抓走，中国人的红十字袖章被撕下。麦卡伦立即上前和日军交涉，
将工作人员救回。Reverend McCallum obviously was a very courageous and committed person. We have a term in America. He's willing to roll up his sleeves and get his hands dirty. He was willing to pitch in where he saw a need.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亲力亲为的人，却在当年的历史影像中不见踪影。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医院内外奔波的忙碌，也许是他务实低调的性格使然。Faced with the human tragedy that was unfolding, McCallum could not fall completely into despair. As the head manager of the hospital's affairs, he faced an even more formidable crisis. How to keep people in the hospital from starving in the cold winter became his most pressing task. On December 31, 1937, the last day of the year, McCallum wrote an entry in his journal expressing his deep concern over the food supplies of the hospital. The food problem will soon be a very serious one unless something is done to get some in from the outside. 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强占南京周边所有粮食，封锁粮米的供应，甚至组织小分队大肆掠夺南京城内的商店和粮库，鼓楼医院的食物越来越紧缺。1938年元旦刚过，麦卡伦就开着救护车外出寻找粮食和物资。大米、白菜、油，这些在平常时日再普通不过的物资，在当时满目疮痍的南京城搜寻起来却异常艰难。在他的日记中，第一次记载他找到食物的时间是1938年1月5日。那天，麦卡伦写道：“几乎每隔一天，我都要开救护车出去收购白菜、大米和食品。” 1周以后，在麦卡伦的日记中才再次出现找到食物的记述。1月13日，在另一处，我们又弄到了一车棉籽饼。我们的救护车这些天都在执行着双重任务，马上他会来运走另一车。我们还弄了1桶豆油，380斤。 我忙得连发愁的时间都没有。1938年初，天气异常寒冷，鼓楼医院拥挤着大量的难民和伤员。
粮食与物品日渐短缺，麦卡伦的寻找也愈发艰难。1月19日，已经1周没有找到物资的麦卡伦，在那天终于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太意外了，中国人真是足智多谋。这些物资之前要么被埋在地下，要么以别的方式藏了起来。”麦卡伦日记记录了这一天，他冒雪外出寻找物资。也许是老天眷顾，他买到了出乎意料多的煤，还有1箱食物和豆油，一共383斤，花了153美元。时任鼓楼医院实验技术员的格雷斯·鲍尔后来曾写信告诉家人，在南京城内获得食物，简直比登天还难。麦卡伦最大的压力呢，就是说他对这个营养方面的一个保证，所以他呢也是通过各种途径，比方说鼓楼医院本身，它的这个有个菜园里面的像甜菜啊、莴苣啊，还有他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竟然收集到了几头奶牛。到后期就是这个面临这样的一个储存不足的时候呢，他日记中多次讲到说他去城西南啊，包括这个通济门这些地方呢，去运一些燃料啊，或者是这个粮食回来，包括大白菜。1938年2月以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从上海筹措到了100吨蚕豆。在一次次开着救护车运送蚕豆的过程中，麦卡伦与难民们建立起深厚的情谊。他触景生情，作词谱曲，写下了《南京难民合唱曲》。这首歌被南京难民亲切地称为“蚕豆歌”。这首舒缓忧伤的歌曲，是麦卡伦对难民们的慰藉和鼓励，传递了人世间的温暖和生存的希望。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麦卡伦驾驶着救护车跑遍曾经繁华的城南大街小巷，从鼓楼医院到中山路、白下路、太平路、中华路，再到南门教堂，找遍他曾经熟悉的每个角落，竭尽所能搜寻物资，运送伤员，让鼓楼医院这艘血海方舟艰难运转。鼓楼医院虽然有教会背景和外国人的庇佑，但在战火中依然不是安全岛。日本士兵常以检查为由，骚扰鼓楼医院，抢劫医院的财产，强奸病人和护士。在鼓楼医院的威尔逊12月18日的日记中曾记述到，3名日本兵从医院的后门闯入护士宿舍，强奸了3名女护士。In order to prevent Japanese soldiers from harming people and property on the grounds of the hospital, the 5 foreigners, despite emotional and physical exhaustion, could not rest. Instead, they set up 24-hour work periods. From mid-December 1937 to mid-January 1938,
Wilson, Trimmer, and McCallum took turns on work duty. This ensured that for every minute of the day there was a foreigner present, but it also implied that there was an even greater danger of meeting Japanese soldiers while on duty. 1937年12月19日下午3时，一名日本士兵闯进鼓楼医院。麦卡伦和特里莫医生当即说明这里是美国医院，要求日本士兵离开。可是，日本士兵竟然向他们开了枪，幸好子弹从麦卡伦的身边飞过。麦卡伦在当晚的日记里表达了他的愤慨。整个日本军队似乎可以任凭他们高兴在任何地方自由出入，肆意妄为。然而，麦卡伦自己也没想到，更大的人身危险还在后面。在麦卡伦的日记里，他提到一个叫中华女子中学的地方。1938年1月27日晚饭以后，2名日本兵从后门闯入中华女子中学。麦卡伦指了指美国国旗，示意他们出去。突然，一个日本兵大发雷霆，抓住麦卡伦的胳膊，推推搡搡，还拔出刺刀，顶着麦卡伦的脖子，刺伤了他。不仅仅是麦卡伦，在鼓楼医院保护难民的外国人几乎全部受到过日军的正面威胁。威尔逊为阻止日军强奸护士，被日军枪支；格雷斯·鲍尔在阻止日军带走难民时受到日军恐吓等。这张照片里，怀抱婴儿的外籍护士名叫伊娃·海因兹。当时，威尔逊和特里莫医生负责接生，行政主管麦卡伦负责把新生儿送回安全区的家中。送孩子回家，让麦卡伦的内心充满了矛盾。1938年1月7日，他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写道：“有一个After Japan attacked Pearl Harbor on December 7, 194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crumbled. Living in the Japanese-controlled city of Nanjing, McCallum was taken into custody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Follow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McCallum was among the first group of people to be transported back to the USA.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8月23日，记录的是麦卡伦抵达美国时的情景。满脸胡须的麦卡伦身着一件与其身材不符的西装，和迎接他的妻子相拥而吻。经历人生的折磨和心理的创伤，
此时的麦卡伦已明显消瘦许多。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麦卡伦的日记成为南京大屠杀案的书面证明材料，由当时的助理检察官大卫·萨顿当庭宣读。1951年之后，麦卡伦一直在加利福尼亚的皮克维拉从事教会工作。1970年11月，美国《纽约时报》对麦卡伦做了一次采访。时隔33年，提及南京大屠杀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77岁的麦卡伦依然刻骨铭心。我每天驾驶救护车外出，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我曾亲眼目睹，也亲耳听说南京正在遭受的灾难。这也是我们目前知道的麦卡伦最后一次对外公开讲述南京大屠杀这段经历。1984年4月20日，91岁的詹姆斯·麦卡伦在美国的皮克维拉去世。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麦卡伦在日记中表述了自己的心声。他说：“我会一直因为这个服务中国人民的机会而深怀感激。”今天，我们讲述麦卡伦故事的时候，尽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来的影像中没有找到他的身影，然而，我们却被他的故事和他的情怀所感动，并一直铭记。Although McCallum's 4-year stint at the Drum Tower Hospital was cut short, still, everything he did to help the refugees earned him the respect of everyone. Moreover, his naturally quiet and humble disposition is reflected in one of his journal entries. I am continually embarrassed by the praise of friends, both foreign and Chinese. I don't deserve it. I consider myself lucky to have been here. I have been no spectacular hero. I was just as scared as our Chinese friends many times. I only put on a front. Did you ever get pushed out in front of a crowd? If so, you know you did just what the crowd expected of you, and so it was with me. 在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里，麦卡伦创作的这首蚕豆歌鼓舞了南京难民。这是一首来自地狱的生命之歌，也是一首充满爱的希望之歌。以麦卡伦为代表的这些外国人，在南京用对道义的担当与坚守，对正义的秉持与捍卫，铸就了人性光环。生命也许会终结，但精神和希望将激励更多的人珍惜和热爱今天所拥有的美好时代。